为什么人总是在绝境中才会大彻大悟？道家认为，真正毁掉你的不是苦难，而是幻想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？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无所不能，心里装满了梦想，也充满了期待，期待事业成功，期待爱情圆满，期待朋友真诚，期待所有付出都能得到回报。可随着年龄增长，你会发现，真正改变一个人的从来不是成功，而是那些让人痛彻心扉的经历。有人因为一次创业失败突然成熟了，有人因为一次感情背叛突然沉默了，有人因为一次重病突然看淡了很多事情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从道家的角度来看，这并不是命运在惩罚一个人，而是在帮助一个人完成一次真正的蜕变。因为道家始终认为，人只有在绝境中才最有可能大彻大悟。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觉得是不是太绝对了呀？其实道家并不是说赞美痛苦，而是在告诉我们一个规律：人在顺境的时候很难看见真实，人在绝境的时候才不得不面对真实。真正困住你的不是现实，而是幻想。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活在各种幻想里。小的时候我们幻想长大以后一切都会变好，年轻的时候我们幻想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够成功，恋爱的时候我们幻想对方永远不会变心，工作的时候我们幻想老板一定会看到自己的价值。我们总以为这个世界会按照自己的剧本发展，可是现实却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，人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。你以为稳稳当当的工作可能一夜之间没有了，你以为能够陪你一辈子的人可能转身就走了，你以为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偏偏就发生了。于是我们开始痛苦，可真正让你痛苦的并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现实和幻想之间巨大的落差。道德经中说，祸兮福之所依，福兮祸之所伏。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是幸福的东西，里边早已经埋下了痛苦的种子，而那些让你觉得痛苦的经历也可能正孕育着未来最大的成长，只是当时的我们还看不见。所以道家修的是见真，看见世界真正的样子，也看见自己真正的样子。为什么人只有到了绝境才开始醒悟？有人说人最大的老师是时间，但道家却认为人最大的老师是苦难。因为没有苦难，人很难真正改变。一个每天赚钱的人很少会思考人生，一个每天被赞美的人很少会反思自己，一个一路顺风的人很少会改变自己的认知。只有当人生突然按下暂停键，比如事业失败，家庭变故，朋友背叛，感情破裂，身体出现问题，这些事情会像一把重锤一样，把你曾经建立起来的世界观一点一点的敲碎。你开始怀疑，开始迷茫，开始痛苦，甚至开始否定自己。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人生最黑暗的时候，其实道家认为这反而是新的开始。因为旧的世界已经坍塌，新的世界才有机会建立。就像盖一座新房子，如果旧房子已经腐烂却舍不得拆掉，那么新的房子永远建不起来。人生也是一样，很多人不是输给现实，而是输给舍不得。舍不得过去，舍不得面子，舍不得身份，舍不得那些已经失去的人，于是一直活在过去。真正觉醒的人不是没有失去，而是在失去之后学会重新开始。苦难到底是在折磨你，还是在成全你？有人说，为什么偏偏是我呢？为什么别人一帆风顺，而我总是经历这么多？其实你认真观察就会发现，真正有厚度的人生大多都有一段别人不知道的低谷。没有哪个真正成熟的人是一路顺风走出来的。宝剑需要烈火锻造，黄金需要高温提炼，竹子需要先扎根几年才能一夜长高。人也是如此，那些磨练并不是为了毁掉你，而是在不断剔除你身上的杂质，比如你的傲慢，比如你的自负，比如你的依赖，比如你的幻想。
这些东西如果不击碎，它会伴随你一生的。很多人到了5、60岁依然活得像个孩子，因为从来没有真正经历过让自己真正成长的事情。而有的人30岁经历一次重大打击之后，眼神就完全不同了，不是因为年龄，而是因为认知改变了，人就变了。真正击碎你的是那个脆弱的小我。道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，叫做返璞归真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回到真正的自己。可是我们为什么回不去？因为我们身上有一个虚假的自己，那个自己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，非常害怕失败，非常渴望被认可，非常喜欢比较。别人赚的比自己多会焦虑，别人家庭幸福会羡慕，别人升职了会嫉妒，别人一句评价能影响一天的心情。这个就是道家所说的小我。小我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活在外界，因为他永远不会快乐，因为外界一直在变化。今天有人夸你，明天就有人骂你。今天赚钱，对吧？明天亏钱。今天拥有，明天失去。如果你的快乐建立在这些东西之上，那么你的情绪就永远会被别人所控制。所以道家修行的第一步不是改变世界，而是放下小我。背叛是人生最昂贵的一课，很多人的成长都是从一次背叛开始。朋友背叛，爱人背叛，合作伙伴背叛，曾经最信任的人让你最失望。为什么这种痛苦这么深？因为它击碎了信任。可是当你真正走出来以后，你会发现原来背叛并不是坏事，它让你明白人性并不完美，它让你懂得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不是依赖，而是尊重。它让你知道不要把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，真正稳定的安全感只能来自自己。当你懂得这一点的时候，别人来你欢迎，别人走你祝福，人生就轻松了。真正的大彻大悟不是看透别人，而是放过自己。很多人觉得开悟就是拥有高深的智慧，其实并不是的哈。你看真正开悟的人反而越来越简单。以前呢总想证明自己，后来不需要了。以前总想解释自己，后来也懒得解释了。以前什么事情都放不下，后来很多事情一笑而过，不是因为麻木，而是因为明白人生真正重要的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多。健康比财富重要，平静比输赢重要，自由比面子重要，内心比外界重要。当你开始按照这些标准生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自己的焦虑越来越少了，幸福越来越多了，因为你的快乐不再依赖别人。真正厉害的人都学会了顺势而为。道德经说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法道自然。什么叫自然？不是躺平哈，也不是放弃，而是不逆势。该努力的时候全力以赴，该放手的时候毫不犹豫，该争的时候敢争，该退的时候会退。真正有智慧的人从来不跟规律较劲。春天播种，秋天收获，冬天储藏。人生也是一样，有高峰有低谷，有得到有失去嘛。没有谁能够一直站在山顶，也没有谁会永远待在低谷。所以道家讲顺势不是认命，而是懂得借力，懂得接受变化，懂得利用变化，懂得在变化中成长。人生最大的觉醒是本自具足。当你真正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以后，你会发现一个秘密，原来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，也不是身边有多少朋友，更不是别人对你的评价。真正的安全感是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相信自己能够重新开始，因为你的力量不来自于外界，而来自于内心。这就是道家所说的本自具足。真正觉醒的人不再去向外去寻找了，不会把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，不会把希望压在一次机会身上，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否定整个人生。因为他知道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所有的经历都是修行，所有的失去都是成全，所有的低谷都是为了下一次攀登积蓄力量。所以当有一天你终于熬过了所有的黑暗，你回头再看，
会发现真正改变你的不是那个帮助过你的人，也不是那个鼓励过你的人，而是那些曾经让你彻夜难眠、痛哭流涕、几乎崩溃的夜晚。正是那些苦难一点一点地打碎了那个脆弱、敏感、依赖外界的小我，也正是在那些至暗时刻，一个更加清醒、更加坚定、更加从容的自己慢慢就诞生了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不会再执着于过去，也不会再害怕未来，你不再受困于别人的评价，不再沉迷于结果的得失，不再执着于一定要拥有什么，你只是认真的过好当下，认真的做好每一件事，然后顺其自然，静待花开。这并不是因为你失去了热情，而是因为你终于明白了道家的智慧。真正的大彻大悟，不是征服世界，而是安对自己的内心；不是赢过别人，而是超越了昨天的自己。当一个人能够做到心静如水，荣辱不惊，得失随缘，来去自在的时候，他便真正走上了返璞归真的道家。这才是道家所说的最高境界。真正的觉醒不是在绝境里倒下，而是在绝境中重新认识自己。真正的开悟不是得到什么，而是终于放下那些本就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